大家好，我是伊藤。那没错，摆在我面前的呢就是智讯前段时间刚刚推出的影谋 M7 Pro 7寸的无线小间。那和它一起推出还有 M7 那也就是这个 M7 Pro 砍掉无线监看的功能，就是一个纯小间的功能。那我很坦诚跟大家说，这期节目确实智讯有赞助我一定的推广费用。那我既然会做这个视频，就代表说这个东西确实是我觉得我推荐给大家，我是不会觉得有愧疚或什么的。所以这期节目我也会讲到它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以及不足之处。那智讯也没有干预我的创作内容，只是在交流上提供了一些多的资讯，不会让大家觉得是在看广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一下这台小间为什么最近这么的火。那首先我们先从它最大的卖点开始讲，就是它的色准。那它每一台机子它在盒子里都有带这样子一个出厂的校色报告，那这个报告是由 Calman 这个校色机构做的。这些报告都是纸面上的东西，说实话我不感兴趣，我只关注它在实战上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便利。不得不承认，它是我用过的所有小间里颜色确实是最准的。我也把它和目前手头上的一些小间进行一些对比，包括阿童木的 Shinobi 7、Small HD 的 Ultra 5，还有大疆 Transmission 高亮图传。我拿着我 BMPCC 放着一些测试素材，包括以前录的 A-Roll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在肤色上、在观感上，这种实际主观的体验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和其他小间的对比是怎么样的。那包括我这次也带到片场上，和我们片场上用的 FX6 的屏幕也进行了一下对比。那确实是在色准上有校过色的，真的没得说，确实是很准。用起来基本上我不会感觉说，我这个曝光会不会不准，我还要额外再瞟一下我相机上的小间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硬件上的一些东西。这个屏幕呢是一个7寸的 1080P 的屏幕。它的边框也不是特别的宽，它和我的 Shinobi 7并排放在一起，再加上我一个以前停产的9寸的索尼的小间放在一起比，那这个 Shinobi 7就显得特别大。所以 M7 Pro 这边的尺寸我觉得是很舒服的，上面有3个快捷按钮、主菜单按钮和开关，然后上面还有4个天线。那这个4个天线呢是只有 Pro 版本有，左侧分别是麦克风、HDMI 输入、散热孔、耳机、HDMI 环出，右侧是 SD 卡槽、1/4英寸镂孔、USB 接口 Type C 的，还有一个 DC 供电的接口。背面是双索尼的 NPF 的电池仓 ，SDI 的输入和环出，这边有 DP 的输入和5伏的输出。那这里有个 Type C 的输出，说实话我是蛮喜欢的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小间都有一个这样的供电输出。那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让一些比较小的设备，比如说你在用微单拍摄视频的时候，你不用 V 电池，但是呢，你的镜头又是电镜头，你希望有跟焦马达的供电，这时候这个 Type C 接口就可以直接进行跟焦马达供电。在你没有 V 电池情况下，也可以额外的接一些外设的供电。这里还有一个静音的散热风扇，我放到我麦克风下面，大家都听不出来有什么噪音。那下面就是一些螺孔，1/4的，这2个螺丝就是固定兔笼到机身上的螺孔。那价格上呢，北美这边单独的 Pro 机身是$899，然后兔笼是$100，然后普通版的 M7 呢是$799。那在国内呢，因为没有关税，所以国内价格会更便宜一些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操作。那首先可以看到这个 UI 呢，看起来就是很简约。那它这些图标功能啊什么的，都和它的手机上的 App 的逻辑是几乎一样的，可能排版有一点不一样。屏幕的这个操作体验上，没有那种有一些其他的国产小间看起来像是行车记录仪的感觉呢，整个审美还是在线的，无论是字体、排版还是封面的审美，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。那如果你已经拥有了智讯的其他产品，你的这边的上手会很快。作为小间，它这边基本的一些功能它都是有的，什么斑马线啊、尾色啊、这个快萤幕变形的反向挤压呀、波形图示波器啊、峰值啊都是有的。这边有洋葱图的叠加功能，所以基本上一个专业的小间它该有的功能它都有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些特殊的功能，因为它是 Pro 无线版嘛，所以它直接内置了这个直播功能。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Live， 你点开之后就可以输入你要直播的推流码和服务器，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无线推流了。它的码流说实话蛮不错的，所以你直接用它直播的话，只要你的网络不是那么卡，它就完全没有问题。还有就是它内录功能，那它本身呢也有内置26G 的存储空间，那它也可以录到 SD 卡里，然后你这边是可以选择码流最高到50 Mbps， 但是要注意，它这边录的只是一个8比特的一个类似于代理的格式，虽然说很清晰了，我觉得，但是做严肃项目的元素才还是不行的，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至少10比特嘛，但是8比特呢，而且码流也还不错的情况下，作为一个导演的实时回放，我觉得在片场上效率很高，因为你不用去打扰 DP 让你回放嘛，所以作为导演啊或者场记啊，你有一个自己的代理在你的监看上，确实是能够提升不少的工作效率。那相信大家也看到了，就是刚刚这边有一个菜单键，我只要按下菜单键，
它就可以回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划时代产品的东西，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智能系统，它内建了安卓系统。对，一旦你把思路打开，这个东西就变得有意思起来了。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安卓的平板来看待，那就意味着你可以在片场上看阿 B 啊，我这边还没连我的 WiFi 没错，它是可以连 WiFi 的。 OK， 我一旦连上了 WiFi，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看 Team， 完全没问题。但是呢，要注意就是它这个很贴心的，没有给你放扬声器这个选项，不让你在片场上摸鱼的时候不小心外放声音出丑，所以你可以插耳机来听它的音频。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再配合上一个片场的专业监听耳机，你带着这个，再加上你的表情露出一丝丝的严肃认真的思考，你就可以在片场上认真的摸鱼了。除了阿 B， 你看一下还能干嘛啊？来斗地主。这个画面是不是很魔幻？就是我明明这外形是一个专业的监视器，但是我屏幕上我是在斗地主。还有，不光斗地主，你还可以干嘛？你还可以剪片。我虽然说拿到它已经1个多月了，当我用这个小尖打开剪映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魔幻。它真的可以，比如说你快速的拿你刚刚内录下来的素材剪一个，比如说发社交媒体的切片。虽然说巴比特不能严肃创作，但是做社交媒体切片是完全没问题的。还有，你可以听歌啊，你还可以刷小某书。兄弟们，这个太魔幻了。可能一上手的时候你会有点不适应这个安卓系统，那比如说你要进它的设置的话，你需要在主菜上上滑，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设置，那你就可以在这边设置一些东西，因为它毕竟是纯净版嘛，所以它不会像你正常买的平板一样设置那么的多，所以弄得还是很简约的。系统啊、亮度啊、电池剩余寿命都是可以看到的，包括有 WiFi 还有蓝牙配对，也就意味着你也可以装，比如说相机，我这边索尼相机用的这个 Creators App 就可以无限操纵你的相机。整体的这个操作系统是非常丝滑的，你不会觉得说我在开了这么多软件之后它有什么卡顿的地方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很不错想法，但是因为目前它这个固件还不是特别的兼容，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它是一个安卓的平板嘛，所以它可以实现分屏操作。你就上滑，然后点到这个方框，就是所有的这个后台应用的程序，你点上面的这个 app 的小图标，然后它会出来一个左右分屏，然后呢，你再选比如说另外一个软件 RB 好了，那这时候你就发现分屏了，我右边是 RB， 左边是监看，但是呢，目前在我这个录视频的当下，它这边的 UI 说实话还没有完全的适配这个功能。但是已经我初见苗头了，大家试想一下，就是它如果能够实时的开2个软件的话，你一边可以用来监看，一边可以用来比如说看个分镜、看个台本，甚至斗个地主都是没问题的。当然现在因为不适配，我不做过多的演示，因为你看它中间这个是可以拉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比如说我拉到超过50%的时候，它就闪退了。所以这个功能在我当下录视频的这个时点，目前还是不是很好用。但是我真心的希望智讯的工程师老哥着重研发一下这个功能的适配。我觉得如果这个功能不会出现闪退啊，完全适配的话，这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功能。插播一条补录的内容，前几天呢，智讯他们发给我了一个内测的新的固件，10月15号的这个版本 ，UI 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了，上面也出现一些状态栏，然后呢，这边 2.5G 和5G 的这个 WiFi 信号的这个图标已经亮起来了，然后其次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 TS， 就是发射器模式，没错，我现在在这边的模式切换这边和之前比多了一个发射器模式 TX， 那这边设置也可以看到有对应的一些设置，那它同样也是可以进行分组的密码、WiFi 信道。然后地区，那因为我在洛杉矶，所以我选美国这边。那大家根据自己的地区来选定。Transmitter 这边最好，他们建议是选 H265的编码，码流等级他们都建议是设成9，然后其他的都和之前的固件差不多。那也就是意味着这次更新之后，可以把它作为 DP 的机顶监视器，然后呢不需要再外挂一个图传发射器就可以实现无线监看了。那智讯那边跟我说，目前来说，它这个没有计划推出支持 SE 和 HE 的接收器配对，也就是说，它只能给大师 4K 和之后的影谋的这条系列里面的
图传接收器用，但也是支持移动设备，比如说手机或者 iPad。所以我手上的智讯的其他接收设备，我只有 SE， 所以我目前没有办法和它进行一个匹配测试，我只能用我的手机或者 iPad。那具体这边操作也很简单，你打开智讯的这个 C， 你看现在 UI 还没有跟上来嘛。目前来说，他们就建议我是用影谋大师 4K 这个图传 ，WiFi 连上这边对应的这个名称就可以进行连接了。然后我这边 WiFi 也有成功收到，然后我已经打过密码了，所以就直接连接。好，连接之后，我们再打开智讯的这个 C。好，我现在直接把我 Aero 的相机的信号直接用有线的方式连接到这台 M7 Pro， 就类似于一个机顶小尖的作用。那现在我的这个手机这边就可以无线的接收到它这个信号了。那手机这边我之前设置的时候有发现，我当前的固件呢，它连接过来之后，它默认颜色会变得有限制，颜色会很奇怪。那如果你也有这个问题的话，你点这3个点，然后点这个齿轮，然后滑到最下面，找到显示，把颜色范围改成这个 Full Range。全范围就好了，基本上操作就是这样了。那它因为是这个 WiFi 信道嘛，2.4G 或者5G 的信号，所以它也就是 WiFi 图传的发射距离。那现在呢，我 M7 Pro 放在房间的桌子上，我放着随便我之前录的 Aero， 然后我现在用 WiFi 连接我的手机到外面去测试一下，然后我这边另外一台手机开着这个监控的这个我录屏，我先把我家这边定一个点。OK， 然后现在，那我今天测的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，因为是有隔着墙的。那理论上来说，用移动设备，它理想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00米，就是没有阻挡的状况下。那如果你收发双方都是 M7 Pro 的话，官方那边的数据理想状态下可以达到350米，但是因为我只有一个样品，所以我没办法测。好，我现在从我家门口出发，我这边还是录着我的 Aero， 然后我现在这边也有内录屏幕，然后我现在就这样走，然后看一下什么时候会出现丢包。OK， 我现在隔着我的人体，我刚走出我家大概20米吧。对，那现在这边就是21米，那我就会出现丢包。但是我转过来之后，也就是我的人没有隔在中间的话，我发现信号其实还可以。那我就继续倒转着走，让我的家里的发射器和我这边手机只隔着一堵水泥外墙，然后我继续倒转走。好，我发现没有隔着人体的话，再一次丢包卡顿，大概是在这个距离，其实也还可以。这距离是多少？我看一下，又加了15米。OK。其实我一直看着我的这个画面，偶尔丢包它可能会自动的切换信道，所以它丢完包之后一会儿画面又变得比较顺畅，然后我继续走 OK， 到这个距离很极限了。 OK， 那它就会出现频繁的卡顿。那这个距离是我怎么录屏结束了？ OK， 这个距离又走了10米，信号丢失。 OK， 那大概就是40多米，如果不隔着我人体的话是40多米，隔着我人体的话大概是20多米。那确实 WiFi 信号图传它没有办法说能够传什么1-2公里但是呢几十米的这个传输距离，我觉得在中型的片场上，这个图传的信号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，信号的稳定性和画质还是有保证的。那延时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觉得表现非常好，它完全肉眼上看不出来有特别大的延时。那新的部件它有开发新的阿莱尾色，那现在是一个它自带的标准尾色，然后你可以在设置里面尾色这边调成阿莱，然后它这边就有对应的一些不同类型和设置了。那目前来说，它并没有我最喜欢的 EL Zone， 但是呢，智讯那边跟我说，它现在也在和 EL Zone 那边有联络开发，之后的固件 EL Zone 也会加进去。我也很期待下一个更新。无论你是什么职位，我觉得都可以用这个。你想一下是不是 ？DP 拿它当发射器，导演拿它当接受器，根据你发射器不同，它可以做到。我记得那个 Master 的发射器，它可以最多连10台这个，所以基本上服化道老师、灯光老师可以人手一个，完全没问题。我这次在片场上测试的图传发射器呢，也就是 SE， 所以呢这边我就没有多做什么距离测试，因为我之前 SE 的那个体验视频我已经测过了那我实际上在片场呢，我在室内，然后这个画面呢，我是在隔着有3堵墙的情况下测出来的，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马赛克或者
失真啊、卡顿出现。和其他他们的影谋产品线一样，他们的这个内置的图传功能也是这个 Dual Band 双屏的，而且它是兼容整个 CineView 这个影谋的产品线的发射器的，所以你就可以从比较便宜的消费级图传到贵点那个 Master 那个图传都是可以适配的，这个就会给你不同的预算的项目带来各种不一样的考量的。因为像大疆那个 Transmission， 它就只有 Transmission 那个 level 的价格，它没有相对便宜一点的价格。因为说实话，现在很多短剧的拍摄都是用自动对焦镜头，所以如果不需要追焦的话，你的无线图传就没有那么高的延迟的要求，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 HER 这种相对来说平价一点的图传，图传上的开支确实也可以省掉一笔费用。整个生态看起来，影谋这边确实是各个价位的都有，选择更多。那它屏幕最高是1000尼特亮度，说实话不算很高，但是呢也能够满足我80%的需求了。它续航说实话也非常持久。我这次呢头2次体验是用2个970电池，那我们的导演是个女生嘛，然后她就觉得说2个970电池相对来说会有一点重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发现我这边用的是2颗5200毫安时的750电池，可以看到它的厚度没有很厚嘛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甜点的电池，因为它续航和重量上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平衡。我自己测试了大概4个小时，开着无线监看的模式，4个小时之后，我的电量还有多于50%，包括我在设置里面电池这一栏，你也可以看到，我现在还剩89%的电量，我这边大约还可以使用7个小时24分钟。所以如果你的拍摄是一天以8个小时工作制来算的话，你甚至不用换电，2块满电的750电池就可以用一天，而且我还是开启了接收模式，这个续航确实是蛮让我惊喜的。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电池呢是可以支持热拔插的，所以你换电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它关机。然后我那次在测续航的时候，我开机4个小时之后，我看它的温度也都控制在60度以下，所以摸上去也是温温的，不会有那种很烫手的感觉。那这边这个 Type C 的 USB 接口呢是可以让你连接相机的，那它目前支持这些相机，之后也会增加越来越多。那你用 USB 连上相机之后呢，它就可以在相机上进行参数控制，曝光3要素，还有色温，然后还有录制，还有简单的触控对焦。那还是补充一点，这个10月15号的这个固件，它也支持了 FS6 的无线控制。那具体操作呢？你首先先要确认 M7 Pro 是在监视器模式。那这里就要注意了，因为你已经切换回监视器模式，所以它就无法作为图传的发射器或者接收器使用了。然后打开 WiFi 功能，并连上 FX6 的 WiFi 信号。FX6 的 WiFi 信息呢，在设置、网络、接入点模式、摄像机 SSID 和密码里面可以找得到。那连上之后，你回到智讯监看 App 里面，在菜单里找到相机控制这个面板。连接方法从 USB 改向 IP， 那这时候会有个弹窗，需要用户名和密码。那这个信息你可以在 FX6 的菜单、网络、移动设备应用程序设置里面找得到。在弹窗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之后，你如果看到相机名称，就代表连接成功了。那这时候你回到监看画面，右边上面这3个相机控制的按钮就被激活了，你就可以对 FX6 进行无线控制了。那我因为现在这个固件还是测试固件，所以色温调节这边有一些兼容性的 bug， 那我也已经反映给智讯了，他们会尽快修复。那其他曝光3要素、录制、触控对焦都是无线控制的，不用连 USB 线，所以很方便。那接下来讲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那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当你切换到无线监看模式的情况下的时候，它的 WiFi 功能就会被禁用，也就是意味着你的直播没办法了，还有你不能用它联网看阿 B， 也不能联网斗地主了。但斗地主有单机版啊。你不要被你甲方发现就好。还有就是你如果要装这些其他的 app， 它没有内建的 app 市场，所以你需要额外下载第三方的，比如说腾讯的那个应用宝，把安装包导到 SD 卡里面插进来安装，那之后你在应用宝里再下载 app 才可以。要装的是平板的版本，就是很多软件是像这个 RB 就是哔哩哔哩 HD， 然后 QQ 音乐也是 QQ 音乐 HD。还有就是我点左上角输入，然后模式切换，我把工作模式从普通监视器功能改成无线监看功能的时候，它说实话，这个时间是等的比较久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OK，大家看到了，就是我这边
等了这么一会儿，我才连上我的图传。那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让大家知道，就是它的 UI 操作呢，并不是像 Smart HD 那样子的PageOS， 还是比较偏传统形式的操作逻辑，所以这个东西很主观，每个人的操作习惯不一样，所以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。那讲完注意地方之后呢，我们来讲一下它有哪些不足之处。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亮度只有1000尼特的话，在室内工作完全没问题。室外的话，如果只是大太阳下面，稍微会有点吃力。当我把它和2000尼特以上亮度的小件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亮度上的差异的。所以你需要配合上它兔笼那个套件一起带的这个遮光罩来使用。那讲到这个遮光罩呢，大家看到它这个遮光罩它是这种魔术贴的卡扣设计，卡到这4个孔上。说实话，拆装是有点繁琐的。如果是之后能够改进成那种卡扣式的快拆，我觉得会更好一点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它这个4个天线，它并不是一个可折叠收纳的，你要每一个都要悬下来收纳，因为这个高度，说实话，并不是所有的背包或者是小的安全箱能够直接放进去的。每次收纳使用都要反复的拆装，一次需要悬4个，这个也是有一点繁琐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它目前的配件套装兔笼，它只有兔笼和遮光罩，它没有其他额外的配件。那说实话，第一次带到片场上的时候，我还没有买一个第三方的手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导演手还是抠在这个散热孔后面，握持有点不舒服。但是后面我买了这个第三方的仰角握把之后，手感就好很多了。第2次再带到片场上，我们的导演就没有什么抱怨的地方了，然后也没有官方的肩带，所以等于说，如果你要手柄或者肩带的话，你还要额外再花一笔费用。然后还有就是它硬件上它没有内置重力感应，也就意味着，比如说你是竖屏拍摄的话，它 UI 没办法转90度。那说实话，这个功能对于目前拍短剧是比较火的时代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。那关于品控，我目前来说只用了它1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到一个非常客观的长期使用体验。但是目前来说，我使用下来，因为它有这个兔笼的保护，所以我目前不是很担心它出现一些破损的地方。这东西确实是我觉得蛮划时代的，尤其是这个是他们第1次推出小件，就能够到达一个这样子的程度，我觉得是蛮让我意外的。当然，我不会吹嘘它说是完美的，它确实也是有它不足的地方，但是就是看适不适合你的工作流啊。所以等于说这台机器，我觉得之后会是小间行业里面的一个搅局者吧。无论是内置的安卓智能系统，还是无线图传和发射器一体，我说实话，我很少会有一个小间让我觉得这么有意思。这个确实是让我眼前一亮。好，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，我们的 QQ 交流群在视频简介里面，欢迎加入讨论，有空来做。